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重点摘要：俄罗斯军队可能占领波克罗夫斯克南部，乌克兰面临严峻形势。穆斯林国家在土耳其讨论加沙的未来和重建问题。欧盟委员会委员报告称，与中国就 Nexperia 芯片出口问题进行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一项新研究对欧洲应对与俄罗斯的高强度冲突的军事准备情况提出质疑。朝鲜向俄罗斯增派数千名士兵参与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和中国计划联合应对美国制裁。科学家们对星际彗星3I Atlas 的无法解释的加速现象感到困惑。最高法院听取关于特朗普全球关税政策的辩论。俄罗斯开始批量生产奥列什尼克导弹系统，普京声称该系统无可匹敌。特朗普政府考虑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并扣押石油。美国敦促以色列允许哈马斯成员在加沙南部安全通行。据希腊商业报报道，美国在10月底向以色列提出一项方案，建议允许困在加沙南部拉法地区地道内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安全撤离到哈马斯控制区。美方通过埃及和卡塔尔中间人，给哈马斯下达24小时最后通牒，要求其撤出以军控制区域。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1月初断然拒绝，坚持要求哈马斯必须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以色列情报估计约有200名哈马斯成员困在地道内，他们曾在停火期间发动袭击，造成以军伤亡。这次对峙暴露出美国试图推动停火协议下一阶段，却在最关键时刻遭遇盟友一意孤行的尴尬处境。这次美以分歧会对中东和平进程造成什么长远损害？国际关系专家指出，盟友间的公开分歧会削弱美国在中东的调停公信力，也让哈马斯看到以色列内部对停火条款存在巨大争议，可能促使其采取更强硬的谈判姿态，让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更加岌岌可危。联合国饥饿监测机构证实，苏丹法希尔和卡杜格利地区发生饥荒。据澳大利亚 SBS 报道，联合国粮食安全分级系统在11月4日正式确认，苏丹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和南科尔多凡州卡杜格利镇已进入饥荒状态，这是2017年以来全球首次被正式认定的饥荒灾难。报告显示，两地儿童急性营养不良率高达38%到75%，居民只能靠树叶、花生壳和动物饲料充饥。自2023年4月苏丹内战爆发以来，超过21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相当于全国近一半人口处于饥饿边缘。由于武装冲突持续，人道救援通道被切断，市场瘫痪，粮价暴涨，另有20个地区也面临饥荒风险。联合国警告，如果国际社会再不采取行动，这场寂静的灾难将演变成更大规模的人道浩劫。这场被世界遗忘的饥荒会引发什么连锁危机？人道救援专家警告，大规模饥荒不仅导致儿童死亡率激增，还会引发霍乱、疟疾等疫情爆发，数百万难民涌向周边国家，将给整个非洲东北部带来政治动荡。而国际社会的集体沉默正在让这场本可避免的悲剧变成21世纪的耻辱印记。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激活免疫通路以摧毁肿瘤。据麻省理工学院官网报道，该校科研团队在11月3日宣布了一项突破性癌症疗法。研究人员利用信使 RNA 技术，成功激活肿瘤细胞内的 KGS-STING 免疫信号通路，迫使癌细胞自己生产一种叫 CAMP 的分子。这种分子会招来免疫细胞对肿瘤发起攻击。在小鼠黑色素瘤实验中，单独使用这种疗法能显著减缓肿瘤生长，但当与现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使用时，竟有30%的小鼠肿瘤完全消失。更关键的是，这种方法只需极小剂量就能激活免疫反应，避免了传统 STING 激动剂带来的严重副作用。研究团队计划将注射方式改为全身给药，并尝试与化疗或放疗结合，让以癌治癌的策略惠及更多患者。这项技术距离真正救治癌症患者还有多远？肿瘤免疫学家表示，从动物实验到人体临床通常需要3到5年时间，
但这项研究最大的价值在于开创了利用肿瘤自身机制来激活免疫系统的新思路，特别是对那些传统免疫疗法无效的癌症类型，可能带来全新的治疗希望。4. 俄罗斯军队可能占领波克罗夫斯克南部，乌克兰面临严峻形势。据荷兰广播公司报道，俄军在11月初对乌克兰东部战略重镇波克罗夫斯克发动猛烈攻势，已进入该市多个区域。乌克兰第68旅军官向德国媒体承认，对城市的控制权已经丧失。这座战前拥有6万人口的城市是顿涅茨克地区关键后勤枢纽，多条高速公路在此交汇。俄军正从北部和南部形成前行包围，试图切断乌军补给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月4日紧急视察前线部队，并派遣特种部队空降增援，但11名精锐士兵在激将行动中全部阵亡。美国战争研究所分析指出，如果波克罗夫斯克失守，将严重影响乌克兰在整个顿巴斯地区的防御体系。俄军可能借此向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等重镇推进。这座城市的得失会对战局走向产生什么决定性影响？军事专家分析，波克罗夫斯克是乌军在顿涅茨克的补给生命线，一旦失守，不仅让俄军获得巨大宣传胜利，更会导致乌军数十公里防线面临补给断绝的危险，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防线崩溃。这也解释了为何乌克兰不惜代价派出精锐部队死守。5. 智能手机监测可为神经肌肉疾病提供准确、免费的评估。据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报道，该校生物工程教授斯科特·德尔普团队在11月4日发布突破性研究成果，证明用2部智能手机和一款免费应用就能精确评估肌肉萎缩症等神经肌肉疾病。研究团队使用名为 OpenCap 的开源软件，对近130名患者进行测试，仅需16分钟就能创建患者的数字孪生模型，测量步幅、关节角度、运动范围等30多项指标。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套系统在识别不同类型神经肌肉疾病方面达到 82% 的准确率，远超传统秒表计时法的 50%。研究成果已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AI 版。德国国家排球队已用这项技术评估160名运动员的运动损伤，原本需要数年收集的数据，仅用1个赛季就完成。这项技术何时能真正惠及普通患者？临床试验专家指出，这项技术最大价值在于让患者在家就能进行频繁监测，无需长途跋涉到专业运动分析实验室，特别适合行动不便的肌肉萎缩症患者。预计3到5年内可能进入临床应用，彻底改变神经肌肉疾病的诊疗模式。6. 穆斯林国家在土耳其讨论加沙的未来和重建问题。据奥地利媒体报道，土耳其在11月3日于伊斯坦布尔召集卡塔尔、沙特、阿联酋、约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穆斯林国家外长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加沙停火协议执行和战后重建问题。土耳其外长菲当会后宣布，巴勒斯坦人应该自己管理巴勒斯坦，国际社会应在外交、制度和经济上提供支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更是直言不讳批评以色列违反10月10日的停火协议，呼吁穆斯林国家在加沙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立即实施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3月份制定的重建计划。会议强调，即将组建的国际稳定部队必须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反对土耳其参与，理由是安卡拉与哈马斯关系密切，美国对土耳其的角色态度暧昧，而沙特和阿联酋也对土耳其主导表示保留。这次会议能否真正推动加沙和平进程？中东问题专家认为，虽然7国达成共识支持巴勒斯坦人自治，但各方在具体执行上分歧巨大。土耳其力推哈马斯参与治理，遭到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强烈反对，而以色列持续空袭也让脆弱的停火协议岌岌可危。加沙未来依然充满不确定性。7. 全球冲突中儿童面临前所未有的暴力。巴勒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和索马里受影响最为严重。据芬兰广播公司报道，联合国在6月19日发布的儿童与武装冲突年度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冲突地区对儿童的暴力侵害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报告确认了超过41000起严重侵害儿童事件，受害者达22495人，比2023年激增25%。这些暴行包括杀戮、致残、强制招募儿童兵、绑架、性暴力、袭击学校和医院以及阻止人道援助。其中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为惨烈，2年来已有超过6万名儿童伤亡。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和索马里的儿童同样遭受武装冲突蹂躏，数百万儿童失学、流离失所，饱受饥饿和疾病折磨。联合国儿基会执行主任拉塞尔痛心指出，2024年是联合国儿基会历史上对儿童而言最糟糕的年份之一，遭受多重侵害的儿童人数从2684人暴增至3137人。这场对儿童的系统性暴力会给人类文明留下什么伤痕？国际人道救援专家警告，战争对儿童造成的不仅是眼前的死伤，更会导致代际灾难，幸存儿童将终身背负心理创伤。失去教育机会意味着整整一代人的未来被剥夺，这种人道主义灾难的长期影响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修复。8. 韩国计划将人工智能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提高国防预算。据美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在11月4日向国会发表年度预算演讲时宣布，2026年 AI 相关支出将达到11万亿韩元，约70亿美元，是今年的3倍多。目标是让韩国跻身美国和中国之后的全球3大 AI 强国，其中 2.6 万亿韩元将用于在工业、日常生活和公共部门推广 AI 应用， 7.5 万亿韩元投向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国防预算将增长 8.2%， 达到66.3万亿韩元，创下6年来最大增幅。重点是用 AI 技术改造传统武器系统。韩国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2大全球存储芯片巨头的所在地。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上周刚承诺向韩国供应26万颗最先进的 AI 芯片。李在明强调，韩国正面临国家生存的关键时刻，必须抓住 AI 时代的巨大变革浪潮。韩国这场豪赌式的 AI 和国防投资能否如愿改变国运？科技战略分析师指出，韩国拥有世界级芯片制造能力和雄厚的工业基础， AI 投资确实可能让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但面对美中2大巨头的技术封锁和地缘政治压力，加上朝鲜核威胁的现实挑战，这种双线压住战略能否成功，还要看国际环境的变化。9. 人工智能通过识别稀有精子细胞，帮助一对不孕19年的夫妇成功受孕。据印度商业媒体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育中心研究团队在2025年创造了医学奇迹，使用名为 STAR 的 AI 系统，帮助一对尝试怀孕长达18到19年的夫妇成功受孕。这对匿名夫妇此前经历了15次试管婴儿失败和2次痛苦的睾丸手术取精。问题出在丈夫患有隐匿性无精症，精液样本看似正常，但几乎找不到精子。STAR 系统在2小时内扫描了250万张显微图像，从看似毫无生机的精液样本中找到7个精子细胞，其中2个具有活力。研究团队将这2个精子注入卵子，成功培育出胚胎并移植。女方在3月份怀孕，目前已12周。这套系统的原理类似天文学家搜寻遥远星系，每小时可捕捉800多万张图像。AI 算法经过大量训练，能精准区分精子和细胞碎片，费用仅需$3000，远低于传统手术。这项 AI 辅助生育技术会给全球数百万不孕家庭带来什么希望？生殖医学专家表示，全球高达40%的不孕问题与男性因素有关。STAR 技术的突破意味着那些曾被告知毫无生育希望的男性现在有了可能。虽然目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提供，但团队计划向全球生育中心推广，这可能彻底改写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历史。10. 欧盟委员会委员报告称，与中国就 Nexperia 芯片出口问题进行的谈判取得了进展。据荷兰广播公司报道，欧盟正在与中国就荷兰芯片制造商 Nexperia 出口争端展开紧急磋商。事情起因是今年9月底，荷兰政府突然动用冷战时期的法律，强行接管了这家中资企业，理由是国家安全考虑。中方随即反制，禁止 Nexperia 在华工厂的芯片产品出口回欧洲。
导致欧洲汽车制造商面临生产线停摆危机。如今，双方终于坐到谈判桌前，欧盟希望尽快找到解决方案。毕竟这家企业供应着欧洲近一半的汽车芯片。从强硬对抗到主动谈判，这个转变会给欧洲的对华芯片战略带来什么启示？半导体专家指出，这次危机让欧洲意识到，在成熟制程芯片领域过度依赖政治手段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务实合作才是保障供应链安全的长久之计。11. 瑞士面临的气候变化影响比之前预测的更为严重。据瑞士广播电视台报道，瑞士气象局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刚刚发布的最新气候情景显示，瑞士面临的气候威胁比以往预测更加严峻。数据显示，瑞士升温速度已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目前较工业化前已上升 2.9 度。如果全球升温达到3度，瑞士可能会升温4.9度，这个局面最早可能在2065年出现。科学家警告，瑞士将面临更频繁的热浪、更干旱的夏季和更猛烈的暴雨。今年夏天，瑞士已有约200人死于极端高温。作为冰雪王国，瑞士曾经连空调都不算必需品，如今却成了全球升温最快的10个国家之一。这样的巨变会对阿尔卑斯山区的生态和经济造成怎样的连锁冲击？气候研究专家表示，如果全球不能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阿尔卑斯冰川将在本世纪末基本消失，这将彻底改变瑞士的水资源供给和旅游产业格局。12. 美国提议向加沙派遣联合国稳定部队。据芬兰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正在推动组建一支国际稳定部队进驻加沙地带。10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卡塔尔会见卡塔尔领导人后表示，这支部队将很快进驻加沙。此前，国务卿卢比奥访问以色列时透露，多个国家愿意参与，但部队成员必须是以色列满意的国家。背景是今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签署停火协议后，局势依然动荡不安，双方不断发生交火冲突。美国希望通过国际部队来监督停火，维持秩序，为加沙重建创造条件。然而，哈马斯和阿拉伯国家对此态度谨慎，担心这会变成变相的军事占领。一支由以色列认可的部队能真正带来和平，还是会加剧地区矛盾？中东问题专家认为，如果部队缺乏中立性和联合国授权，很可能重蹈历史覆辙，无法赢得巴勒斯坦人信任，反而让加沙陷入更长期的动荡。13. 高等法院裁定人工智能模型在盖蒂图片社案件中不构成侵权。据英国卫报报道，伦敦高等法院刚刚对盖蒂图片社起诉 Stability AI 的重磅案件作出裁决，结果出人意料。这家全球最大的图片版权公司指控 Stability AI 未经许可抓取了1200万张图片来训练其爆红的 AI 图像生成器 Stable Diffusion。法官裁定 Stability AI 在版权侵权指控上胜诉，但在商标侵权方面部分败诉。盖蒂在庭审中途撤回了部分版权指控，因为 AI 模型训练发生在美国亚马逊的服务器上，不在英国管辖范围内。这起案件被视为全球首个 AI 训练与版权法的重大较量，但由于盖蒂主动放弃关键指控，法官表示无法对 AI 学习是否合法做出明确裁决。这场半胜半败的判决会给 AI 行业带来什么长远影响？知识产权律师指出，这个判决暴露了现有版权法在应对 AI 时代的巨大漏洞，未来围绕 AI 训练数据的法律之争才刚刚开始，创作者和科技公司之间的博弈将更加激烈。14. 哈佛疫苗可预防膝关节和髋关节植入物感染。据印度时报报道，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重磅成果，开发出一种新型生物材料疫苗，有望解决困扰骨科医生多年的植入物感染难题。数据显示，美国每年进行79万例膝关节置换和45万例髋关节置换手术，但有 2% 到 4% 的患者会遭遇植入物感染，轻则需要2次手术和长期抗生素治疗，重则截肢甚至危及生命。这种新疫苗采用可降解支架技术，注射后能训练免疫细胞专门识别和攻击导致感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小鼠实验显示，疫苗将细菌负担降低了100倍，连耐药菌株都能防御。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团队设想未来可以在手术前快速分析患者体内的细菌株，定制个性化疫苗。如果这项技术能顺利走向临床，会给全球数百万关节置换患者带来怎样的福音？生物医学专家表示，这项技术不仅适用于骨科植入物，未来还可能推广到心脏起搏器、人工心脏瓣膜等各类医疗器械，从根本上降低植入物感染这个医学界的顽疾。15. 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去世，享年84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于11月3日因肺炎以及心脏和血管疾病并发症去世，享年84岁。这位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副总统的保守派强硬人物，彻底重新定义了副总统这个职位。2001年911事件后，他成为反恐战争的总设计师，主导美国以错误情报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造成数十万人死亡，至今争议不断。晚年的切尼公开与特朗普决裂，称其为美国历史上对共和国最大的威胁，甚至在2024年跨党派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他的女儿丽兹·切尼因反对特朗普而牺牲了在共和党的政治前途。切尼生前经历了5次心脏病发作，2012年接受心脏移植手术，一度依靠人工心脏装置生活，甚至没有脉搏。这位饱受争议的政治巨人离世，会如何改写美国现代政治史的评价？政治学者认为，切尼的遗产充满矛盾，他既被特朗普支持者视为叛徒，也被部分民主党人勉强接纳，但更多人永远将他定义为伊拉克战争的战争罪犯。他的一生折射出美国外交政策和权力平衡的深刻变迁。16. 人工智能公司估值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据英国卫报报道，2025年人工智能公司的估值狂潮正在改写科技史。10月底，英伟达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的公司。这个由 AI 芯片驱动的巨头，短短2年内从1万亿飙升到5万亿，速度堪比坐火箭。OpenAI 估值约3000亿美元，如果上市将跻身全球前15大企业。Anthropic 估值615亿美元，比1年前暴涨3倍。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498家 AI 独角兽企业，总估值高达 2.7万亿美元，其中100家是2023年后才成立的。投资者疯狂涌入这个赛道。AI 创业公司2025年已吸引894亿美元风投，占全部风投的 34%， 一些还没有产品和收入的 AI 公司估值也能飙到数十亿美元，比如 Safe Superintelligence 5个月内估值从50亿涨到300亿。这场 AI 估值狂欢是互联网泡沫重演，还是真正改变世界的技术革命？科技分析师警告，虽然 AI 的确具有变革潜力，但部分初创公司的估值已经完全脱离实际业绩。如果无法快速实现盈利，市场可能面临剧烈调整，投资者需要警惕泡沫破裂风险。17. 一项新研究对欧洲应对与俄罗斯的高强度冲突的军事准备情况提出质疑。据印度马鲁布米报报道，多个智库和北约内部研究发出严峻警告，欧洲军队根本没做好与俄罗斯打一场高强度战争的准备。乌克兰战争暴露出欧洲军事实力的真实底色，弹药储备严重不足。2023年，欧盟承诺1年内向乌克兰提供100万发炮弹，结果只交付了不到一半。研究显示，欧洲过去20年军事能力下降了 35%， 大型水面战舰从1990年的200艘降至116艘，潜艇从129艘降至66艘。更糟糕的是，欧洲军队长期专注于低烈度维和行动，缺乏重型机械化部队和高强度作战经验。大西洋理事会报告指出，欧洲东翼防线兵力严重不足，无人机和网络防御能力薄弱。如果俄罗斯发动进攻，没有美国支持，根本无法独自应对。虽然德国、波兰等国承诺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但从预算到装备形成战斗力至少需要数年时间。欧洲这种和平病会让他在真正的冲突中付出怎样的代价？军事专家强调，俄罗斯虽然在乌克兰损失惨重，但已成功重建陆军并保持空海军实力。欧洲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补充弹药储备，增加前线部队，否则将无法形成有效威慑。18.
朝鲜向俄罗斯增派数千名士兵参与乌克兰战争。据德国 T-Online 报道，朝鲜正在大规模扩大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情报显示，继2024年秋季派出约1万名士兵后，朝鲜计划再增派5万至3万名士兵前往俄乌前线，总兵力将达到4万人左右。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运输船和朝鲜货运飞机频繁往返，正在执行大规模人员运输任务。已经在库尔斯克地区作战的朝鲜士兵伤亡惨重，韩国估计约4000人阵亡或受伤，但这并没有阻止金正恩继续输送兵力。朝鲜士兵纪律严明，但因缺乏实战经验和对地形不熟悉，成为无人机和炮火的活靶子。作为交换，俄罗斯向朝鲜提供军事技术、粮食和能源，帮助朝鲜绕过国际制裁。4月，朝鲜首次公开承认派兵参战，金正恩称要消灭乌克兰新纳粹占领者。11月初，朝鲜又派遣5000名工程兵前往俄罗斯参与基建重建。这种出租军队的模式会给地缘政治带来什么深远影响？国际关系学者指出，朝鲜参战打破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底线，让贫穷国家士兵成为大国战争的炮灰。这种模式一旦成为常态，将大大降低发动战争的社会成本，让冲突更加频繁。19，俄罗斯和中国计划联合应对美国制裁。据德国《时代周报》报道，中俄两国正在强化无上限伙伴关系，承诺共同对抗西方制裁。11月4日，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访问北京时，习近平重申两国将联手反对绕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单边制裁，称这些制裁是非法的。双方透露已建立秘密支付通道来规避美国金融制裁，在俄罗斯和中国分别设立区域清算平台，专门处理敏感商品的跨境支付。数据显示，俄罗斯已成为全球第4大人民币交易中心，莫斯科证券交易所 99.8% 的交易用人民币结算。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中国购买了俄罗斯 47% 的石油出口，但今年双边贸易因美国对华施压而放缓。10月，美国对俄罗斯最大石油公司实施新制裁后，欧盟也将2家中国炼油厂列入黑名单。北京强烈抗议，称这违反国际法。中俄这种抱团取暖的策略能否真正突破西方制裁网？国际关系专家指出，虽然中俄加强合作，但俄罗斯已明显沦为初级伙伴，过度依赖中国让莫斯科在经济和战略上失去自主权，而北京不愿为俄罗斯承担与西方公开对抗的风险。20，德国向阿富汗人提供金钱，以换取他们放弃搬迁。据德国《时代周报》报道，德国政府正在给滞留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发钱，条件是他们放弃移民德国的机会。自5月保守派总理莫茨上台后，德国冻结了前政府设立的阿富汗难民安置计划，约2000名已获批的阿富汗人被困在巴基斯坦。德国内政部和外交部开始向约700名难民发信，提供自愿返回计划的金钱补偿。以单身女性为例，在巴基斯坦可先领1500欧元，返回阿富汗或前往第三国后再领5000欧元，总计最高可拿 1.25 万欧元。这些阿富汗人原本是德国驻阿富汗机构的员工，或是因反对塔利班而面临生命危险的记者、律师和人权活动家。他们已在巴基斯坦等了数月甚至2年，如今收到这封信震惊愤怒。一位难民哭诉：我不要钱也不要面包，我只想安全的活着。更糟的是，巴基斯坦近期加强对阿富汗人的打压，10月底仍有17人被逮捕。德国用钱来买断人道承诺，这会给难民保护制度带来怎样的恶劣先例？人权组织强烈谴责，称德国此举不仅违背了对弱势群体的承诺，更是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人权状况极度恶化的背景下，将难民推回火坑，这是对人道主义原则的严重背弃。21，英伟达与德国电信在德国启动价值10亿欧元的 AI 产业中心。据科技探索网报道，英伟达和德国电信11月4日宣布在慕尼黑打造价值10亿欧元的 AI 工厂，这是欧洲迎头赶上 AI 竞赛的最新尝试。这个被称为工业 AI 云的项目将配备超过1000套英伟达 DGX B200 系统和1万块 Blackwell GPU， 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投入运营，将使德国 AI 算力提升50%。
德国电信 CEO 表示，没有 AI 就别谈工业，没有 AI 就别谈德国作为商业重地。这个项目强调数据主权，所有数据将留在德国境内，符合德国数据保护法，避免依赖美国科技巨头。SAP 将提供软件平台，西门子将利用该中心增强 AI 能力。德意志银行和机器人公司 Agile Robots 也是早期合作伙伴。项目希望纳入欧盟2000亿欧元的 AI 超级工厂计划。德国数字部长称，这是德国和欧洲的伟大日子。在欧洲 AI 投资远低于美国的背景下，这个10亿欧元项目能否帮助欧洲缩小 AI 差距？科技分析师认为，虽然这是积极信号，但欧洲在 AI 领域已经远远落后，单靠一个数据中心无法改变格局。欧洲需要系统性的政策支持、人才培养和大规模投资才能真正竞争。22. 人工智能利用智能手表数据检测心脏病。据生物通报道，人工智能结合智能手表数据，正在掀起心脏病早期筛查的革命。梅奥诊所研究团队利用苹果手表心电图和 AI 算法，成功从2454名患者中识别出16例心力衰竭患者，准确率达 3.8%。这项技术让普通人戴着手表就能实时监测心脏健康，比传统体检提前数月发现隐患。从2022年首次验证到2025年大规模应用，智能手表已从计步工具进化为万上医生。这种技术能否真正替代传统医疗诊断，成为百姓日常保健的可靠助手？医疗专家指出， AI 手表虽不能完全替代专业诊断，但作为初筛工具已相当可靠，尤其适合老年人和慢病患者的日常监测，能大幅降低猝死风险。23. 科学家们对星际彗星 3I Atlas 的无法解释的加速现象感到困惑。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2025年7月发现的星际彗星 3I Atlas 正让全球科学家陷入困惑。这颗来自太阳系外的宇宙雪球以每秒60公里的惊人速度掠过，10月29日抵达近日点时突然加速并发出诡异蓝光。NASA 检测到它出现非引力加速现象，完全违背常规彗星规律。更离奇的是，它的加速无法用气体喷射完全解释。继2017年奥莫莫、2019年鲍里索夫后，这已是第3个闯入太阳系的星际访客，每次都带来无法破解的谜团。这种异常加速会不会暗示着某种未知的宇宙力量，甚至是人工操控的可能？天体物理学家认为，虽然哈佛教授提出外星飞船假说引发热议，但更可能是彗星内部独特的物质结构导致的异常喷发，需要更多观测数据才能下结论。24. 最高法院听取关于特朗普全球关税政策的辩论。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美国最高法院11月5日开庭审理特朗普关税案。这场世纪博弈关乎全球贸易格局。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加征最高 145% 关税，却在5月被贸易法院判定违宪越权。法院认定征税权属国会而非总统，特朗普此举是对国会权力的公然篡夺。上诉法院虽以7-4维持原判，但暂缓执行，让关税继续生效。财长贝森特警告，若败诉将撤销所有贸易协议。这是美国史上首次总统因关税政策被告上最高法院。如果最高法院判特朗普败诉，会对全球贸易秩序和美国经济产生什么致命冲击？国际贸易专家分析，败诉将重创特朗普谈判筹码，迫使美国回归传统贸易立法程序。短期内全球关税压力骤降，但长期可能引发更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弹。25. 在巴西举行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30 必须加快气候行动，以缩小排放差距。据爱尔兰时报报道，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2025年11月在巴西亚马逊雨林深处的贝伦市举行，这是全球气候峰会首次走进地球之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全球正遭遇日益严重的气候灾害，没有任何地区可以幸免。各国必须在 COP30 上提交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但现实残酷，目前各国承诺的减排量仅 8%， 距离2030年需要的 43% 减排目标相差甚远。
更讽刺的是，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再次退出巴黎协定，让这场谈判雪上加霜。巴西总统卢拉将此次大会视为非同寻常的机会，计划筹集1250亿美元保护热带雨林。如果 COP30 无法弥补这巨大的排放差距，人类将为气候失控付出什么代价？气候专家指出，若 COP30 未能达成有力协议，全球升温将突破 1.5摄氏度红线，引发更频繁的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和大规模生态崩溃，数亿人将面临粮食和水资源危机。26，OpenAI 在美国和加拿大发布了适用于安卓系统的 Sora AI 视频应用。据科技新闻网报道，OpenAI 于11月4日正式在安卓平台发布 Sora 视频生成应用，覆盖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7个地区。这款 AI 神器只需输入一句话，就能生成配音配乐的超逼真视频，从电影级画面到动漫短片应有尽有。继9月在 iOS 上线后不到5天下载量破100万，霸榜苹果商店近3周，如今登陆安卓，面向全球数十亿用户，彻底打破专业视频制作的门槛。用户甚至能把自己植入视频，像 TikTok 一样分享创作。但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用它制作马丁·路德·金等历史人物的不当视频。OpenAI 被迫暂停相关功能并加强审核。当人人都能轻松制作以假乱真的 AI 视频，这会对信息真实性和版权保护带来什么颠覆性冲击？媒体伦理专家警告， AI 视频泛滥将加剧深度伪造危机，虚假信息传播速度将数倍增长，社会信任体系面临严峻考验。急需建立更严格的 AI 内容标识和监管机制。27，特朗普政府在降低减肥药价格方面取得进展。据美国医疗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政府11月4日接近与礼来和诺和诺德达成历史性协议，将 Wegovy 和 Zepbound 等网红减肥药价格从每月1000美元暴降至149美元，降幅超 85%。作为交换， Medicare 将首次覆盖这些药物，数百万老年人受益。这是特朗普最惠国药价计划的最新成果。此前已与辉瑞、阿斯利康达成类似协议。讽刺的是，特朗普卫生部长小肯尼迪曾猛批这类药物让美国人愚蠢上瘾，但上任后态度180度转弯。协议预计本周公布，但白宫发言人仍称未最终确定。从4月拒绝拜登医保方案到如今主动降价，特朗普的药价博弈充满戏剧性。这场药价革命能否真正惠及普通患者，还是又一场政治作秀？医疗政策分析师认为，虽然降价幅度惊人，但协议细节模糊，可能仅限最低剂量和特定人群，实际覆盖面存疑，且药企可能通过其他渠道补偿损失，长期效果有待观察。28，俄罗斯开始批量生产奥列什尼克导弹系统，普京声称该系统无可匹敌。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宣布正式启动奥列什尼克帧数高超音速导弹批量生产。这款导弹于2024年11月21日首次投入实战，以10马赫速度攻击乌克兰第聂伯罗，36枚分弹头全部命中目标。普京豪言世界上没有类似武器，西方防空系统无法拦截，射程达5500公里，可覆盖全欧洲，集群使用威力堪比核武器。但讽刺的是，乌克兰安全局10月透露已在俄境内摧毁1枚该型导弹，美国官员则冷静回应这只是实验性武器，俄罗斯库存有限，无法常规部署。普京要求2025年下半年在白俄罗斯部署该系统，意图打造核威慑 2.0 秒。这款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无敌导弹，真能改变俄乌战争甚至欧洲安全格局吗？军事专家分析，虽然该导弹技术先进，但生产成本极高且数量稀少，更多是心理战工具而非战场改变者。乌克兰若获得更先进的西方防空系统，仍有拦截可能。29，新型减肥药为患有2型糖尿病的年轻人带来希望。据新西兰广播电台报道，2025年 GLP-1 类减肥药正在为年轻2型糖尿病患者带来革命性突破。礼来即将完成的口服药 Orforglipron 临床试验显示，36周后患者糖化血红蛋白降低 48%、73% 达标，同时减重效果显著。
更重要的是，2025年糖尿病指南新增4种适合年轻人的降糖新药，包括替尔博泰等双靶点药物，不仅控糖还能减重，打破了传统终身注射胰岛素的魔咒。全球儿童青少年肥胖率飙升，2016年已有3.4亿5到19岁超重或肥胖人群。这些新药提供了生活质量更高的治疗选择，让年轻患者看到逆转病情的希望。这些新药能否真正解决年轻人糖尿病和肥胖双重危机，还是只是昂贵的权宜之计？内分泌专家认为，新药确实疗效显著，但长期安全性仍需观察，且价格昂贵限制普及。最关键的仍是生活方式干预，药物应作为辅助而非唯一手段。30. 美国政府和私人投资者承诺向稀土初创企业投资14亿美元。据首都公报报道，美国2025年7月向稀土产业砸下重金 ，MP Materials 与国防部签署14亿美元协议，包括4亿美元优先股投资和10亿美元贷款承诺，股价暴涨48%。这是美国去中国化稀土战略的关键一步。背景残酷，中国掌控全球85%稀土提炼，美国80%稀土依赖进口，其中70%来自中国。从 F-35战机到电动车，处处受制于人。美国国防部自2020年已投入4.39亿美元，目标2027年建成矿道磁体完整供应链。但现实打脸，即使所有项目满负荷运转，MP Materials 年产量也仅相当于中国1天产量。在美开设稀土矿需要29年，美国稀土大跃进能否成功打破中国主导，还是又一场烧钱闹剧？战略资源专家警告，美国面临成本、技术、环保3重困境，即使建成产能也无法与中国竞争。更关键的是缺乏加工设备和技术积累，短期内无法真正摆脱对华依赖。31. 特朗普政府考虑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并扣押石油。据弗利亚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表面理由是打击贩毒集团，但真实意图直指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美军已在加勒比海部署超过8艘军舰、1万名士兵和核潜艇，形成海空封锁态势。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石油储量，对美国能源战略至关重要。马杜罗总统启动全国征兵，组建450万民兵应对。对比上世纪80年代美国入侵巴拿马，也是以打击贩毒为名，如今委内瑞拉面临同样命运。拉美多国谴责这是新门罗主义复辟，美国一意孤行的霸权行径让委内瑞拉在国际社会显得格外孤立无援。这场禁毒战争会将拉美拖入怎样的动荡之中？地缘政治专家认为，美国真实目标是控制石油资源和遏制中俄在该地区影响力。一旦开战，委内瑞拉凭借地形优势和民兵力量，可能让美军陷入泥潭，重演阿富汗式困局。32. 暗物质的引力行为挑战了第5种基本力的概念。据 Space 网站报道，日内瓦大学科学家通过观测星系运动，发现暗物质在宇宙尺度上完全遵循引力定律，就像普通物质一样会落入引力井。这一发现对第5种力假说构成重大挑战。研究人员比对了星系速度与引力井深度，结果显示，即使存在第5种力，其强度也不能超过引力的7%，否则早就被观测到了。暗物质占宇宙质量的27%，却从不发光、不反射光，一直是物理学最大谜团。对比50年前科学家刚发现暗能量时的困惑，如今我们仍在摸索这看不见的宇宙主宰。暗物质遵循引力会对未来宇宙学研究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天文学家表示，这为大尺度结构形成模型提供了坚实基础，但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标准模型框架内寻找暗物质粒子，而非寄希望于新的基本力来解释宇宙奥秘。33. 欧盟候选国收到进展报告，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进展顺利。据荷兰 NOS 新闻报道，欧盟委员会昨天发布年度扩大进展报告，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在改革方面表现突出，获得高度评价。摩尔多瓦成功完成审查程序，以满足开启3个谈判集群的条件，目标在2028年初完成入盟谈判。阿尔巴尼亚已开启5个谈判集群中的5个，仅剩农业政策一项，
计划2027年完成谈判。欧盟扩大专员科斯表示，黑山、阿尔巴尼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是改革进展最快的国家。对比土耳其从1987年申请至今仍未入盟的漫长等待，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从2022年递交申请到如今快速推进，形成鲜明对比。这背后是俄乌冲突后欧盟战略调整，从以往的口头承诺转向实际行动。欧盟快速接纳新成员会对其内部决策效率带来什么挑战？欧洲政策专家指出，成员国增多将使一致通过决策更加困难。法德正计划改革一票否决权制度，但这可能引发小国强烈反对。欧盟面临扩大与深化的两难抉择。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了，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